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来说一个深层国家这个话题。到底什么是深层国家呢？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。西方的解释是不是民选的政府怎么样，是一种黑暗的势力在操纵着国家。也就是说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没有实权，而是被后面一些看不见的黑暗势力把他操控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从过去这些年的我的观察来看，对这个解释，我觉得不是特别恰当。我反而觉得深层国家越来越多出现在所谓的西方选举制国家。所以呢，今天我想从一个是美国的深层国家这种现象，以及现在西方国家这深层国家现象来分别说说这个话题。说到美国深层国家这个现象，好像大概2年前。有一个在美国的华人叫小郑小明，他专门说的这个话题，他说的比较透彻，所以我就不过多重复了。我只说说一些我观察到的美国深层国家的现象啊，就是联系到目前这几年出现的一些在美国的现象，我来说说。大家还记得吧？当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，应该是他的脸书账号以及他的那个推特账号，突然之间就被关闭了。特别是被推特关闭，他其实呢有很多的粉丝的，有很多订阅量。为什么当时推特把它关闭呢？是推特一个公司或者是推特老总一个人的决定吗？我不相信。联系到美国这个政治啊，因为特朗普的声浪特别高，对吧？所以我猜啊，当时推特的内部可能不乐于见到特朗普再次当选。而推特后面呢控制的势力到底是谁？咱们不知道，是不是由某种那个种族，也就是在中东的那些国家敌人的那个种族，我不好直说啊。但是我相信啊，谁在掌控着美国的这个命运，谁在操纵着美国这个国家，谁在操纵着美国总统，我相信大家明白我说的意思，对吧？那么是谁在幕后操纵着关闭特朗普账号这个事情啊，我想大家明白，对吧？至于脸书，那就更明白了，对吧？脸书的老板是谁，大家也明白，也不用我多说。说到深层国家，我的理解还有呢，就是各自为政，彼此不听，也不听那个国家领导的，自己部门说了算，这也算一种深层国家的现象。像在美国就这样啊，深层国家现象非常严重。美国的总统，他很多事情绝对呢他自己不能说了算，而是要听不同利益集团的，或者个人的，或者金主的指挥，对吧？他只是个提线木偶而已。比如说美国的军工复合体，他们的利益就是要在全世界发动战争，那他们才能发财呀，对吧？如果世界都和平了，他们怎么活下去？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美国这个国家从建国开始，就是由某种或者某些黑暗势力在后面操控着，也有点像垂帘听政吧。只不过他垂帘听政的不是一个人，不像中国原来清朝的慈禧，对吧？而是呢有不同的利益集团、不同的金主等等掌控着、操控着美国总统。一个是军工复合体，另外呢是资本。大家没听错啊，资本。资本控制一个国家也是非常可怕的。在美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资本集团吧，叫 KKR， 大家可以去网上做做功课。KKR 它的势力有多大呢？等一下我还会说到。所以啊，美国的政治有非常普遍的深层国家现象，也就 Deep State。说完了美国深层国家现象，也就 Deep State 现象。那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其他西方选举制的国家，这个深层国家现象越来越严重。据我的观察，真的越来越严重。因为我在德国，所以呢，我更好说德国这种深层国家现象。前面我提到了，美国有个非常大的财团叫 KKR。KKR 的爪牙已经深入到德国的很多方面了，比如说德国的媒体，可能很多人听说过，德国有个《明镜周刊》，对吧？
还有其他的媒体，后面的大金主就是美国这大财团 KKR。所以很多网友说德国媒体呢其实就是美国媒体，大部分呢是对的啊。明记周刊是个德国还有一个大的传媒集团叫 Axel Springer， 他在全世界也相当有影响力。而他后面的金主是谁呀？也是这个 KKR。 然后呢，德国还有一些报纸主流媒体，它的后面也是 KKR。 如果你弄清了它后面 KKR 在德国它的势力有多大，它的布局有多深，你就会感到非常的触目惊心啊。虽然德国还有所谓的国家媒体，但是由于德国的政治早已被这个深层国家，而这深层国家呢，它是又受控于美国这种深层国家的，所以说整个德国从媒体到政治呢，都是受控于美国的。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在我们正常人看来，很多德国脑残的德国政府的操作，它就是要跟着美国走，就这样的原因。首先，他通过美国的财团参股或者收购德国的媒体，他报道的东西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个后面财团的，对吧？而美国这个 KKR 这个财团，它后面的金主又是谁呢？我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去弄清它后面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但是我们稍微开动一点脑洞，8、9不离10就知道了后面它的金主到底是谁了，对吧？所以啊，在西方啊，他们的媒体啊，还有政客，他们的联系可以说是千丝万缕啊，特别的复杂。不过万变不离其宗，它的后面最后呢，它的联系肯定是通到美国去。德国是这样，德国的各个方面，从经济到政治，跟美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另外，当时2战之后，美国有个米歇尔计划，对吧？表面上是为了扶持，为了让西欧强大起来，实际上是为了方便美国牢牢掌控西欧，从政治、从经济、从军事方面，完全把欧洲把它掌控了。否则，为什么会由美国唱头来成立北约呢？现在其实啊，北约就是由美国掌控的一个西方的军事组织。它并不是防御性的，而变成了一个攻击性的西方军事组织了。当然，对外他们说是防御性质的，其实呢就是咄咄逼人的、进攻性的、侵略性的一个军事组织了。我们再回到德国的深层政府现象，像这种零外交经验的德国外交部长，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个部长的位置？难道后面没有某种黑暗势力在操控着？否则这样的人绝对做不到这个德国外交部长的位置。另外，前几届德国的国防部长都是女性担当，而且全部呢没有军事背景的人担当，他们能够坐上国防部长的位置，也是一种深层政府的现象，也是一种黑暗势力在操控着。别跟我说他们是民主选举上去的。在这里，我想浪费一点时间来说说德国的选举制啊。德国呢是选政党，不是选个人。比如说，这届德国政府，它是由3个政党组成的，只要一个政党它的选票超过5%，那可以按比例在国会得到议员的位置。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，就是在德国，你只要一个党或者数个党能够在国会超过半数的议席，那么你就算组阁成功了。所以这届德国政府它就由3个政党组成，然后组阁成功之后，那就是这3个政党或者2个政党或者1个政党来做政治分赃了。也就是说，德国政府呢各个部门的各个部长的位置啊，这肥缺啊，就由这3个政党来分。这个3个政党推选什么人出来担任什么，比如说总理啊，担任外交部长啊、国防部长、经济部长等，就由他们这3个党的人说了算。而这3个党的背后，它的金主是谁？它这个 deep state 深层国家，这个黑暗势力到底是谁在操控？那咱们就不知道了。
你能够说他后面没有美国一点势力吗？打死我也不相信。我们说远一点，你看为什么每一次台湾大选，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，他们的领导人都会首先去拜山头，去哪里啊？去美国华盛顿啊，每次都一样，对吧？没有美国这个 Deep State 的黑暗势力在操控着台湾吗？所以我前面就说了啊，现在西方选举制国家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非常严重的 Deep State 现象，也就是深层国家现象。德国也不例外。我这么一说，我相信大家理解了，为什么台湾也一样，也有深层国家的现象，而它的后面可能有金主，也有可能呢一些黑暗势力，反正我们看不见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呢死死的在操控着，比如说台湾的政坛，或者是德国的政坛，还有其他西方国家一样。乌克兰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对吧？难道乌克兰总统他没有受到某种黑暗势力操控吗？表面上是美国，对吧？其实呢，实际上是一些黑暗势力操控着美国，然后间接又操控着乌克兰。这个深层国家给了乌克兰总统多少的好处啊？都不知道他有多少账号，然后他的账号上面有多少钱，然后出卖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。大家听说过吗？当时2014年的时候，乌克兰不是有颜色革命吗？对吧？它的后面就是 CIA。CIA 后来呢，就是明明已经跳出来了，就是要求乌克兰通过法案、通过法律修改它的宪法，要求乌克兰允许外国人、外国投资人收购乌克兰的土地，所以最后导致了2/3的黑土地呢被美国的投资人把它收购掉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其实乌克兰2/3耕种的土地已经属于美国的了，掌握在美国这个财团的手里。这又是一种深层国家现象。现在一样，为什么乌克兰一直想加入北约呢？就是听信了这个深层国家的拱火。因为乌克兰国家领导人有好处啊，老百姓的死活对他来说根本就无所谓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表面上啊，好像是西方国家的各个政府啊大力在支持乌克兰，但实际上每个西方国家，它的政府的背后呢，都是深层国家在控制着，看不见的一只黑手，或者看不见的一些黑手，在死死地控制着西方国家，不仅是财团，也可能是 NGO， 也可能是游说团体，或者是个人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，来从各个方面试图影响那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啊。所以他们的总统或是总理，只是一个被提线的木偶而已，这不是德国特有的。像日本也一样，对不对？它也是西方的一员。还有由美国操控的什么世界银行啊，还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啊等等，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蛊惑你，让你这个国家全面私有化，然后呢一次一次被收割，被收割之后，你这个国家要活下去啊，怎么办？没钱了，然后呢要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钱来渡过难关。你借钱，它就有各种各样的先决条件了，只有你答应了这些条件，我才把钱借给你。而这些条件呢，是由谁制定的呢？是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个总裁或者主席制定的吗？根本不是，它的后面又是一些黑暗势力，也就是深层政府。所以啊，这个深层政府其实呢，在操控着整个西方世界。首先操控着美国，然后呢，美国又通过这黑暗势力这 Deep State 操控整个西方选举制的国家。唯一不被操控的，我觉得只有2个或者3个国家，一个是中国，一个是俄罗斯，另外一个呢，算得上半个印度吧。法国也不行，也是被这个 Deep State 操控着。所以这样一想的话，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可怕。这
真的是太黑暗了，这个世界啊！西方对中国恨之入骨啊，西方对俄罗斯也一样，因为俄罗斯它可以做到完全的独立自主，中国也一样。所以这么一说，如果理解了深层政府这种现象，那就更好地理解了这个国际政治，特别是西方与中国这对决，西方与俄罗斯的对决。所有这些，不管你理解不理解的逻辑，都是由于深层政府在操控着西方的政治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听起来好像比较可怕，对吧？但是深层政府啊，确实在西方现在越来越严重。而由于这深层政府，所以让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，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用肉眼我可以看到，越来越受到美国的控制。他们这些政客是受到美国操控的这个深层政府控制的，他们的媒体呢也是受到美国操控的深层政府的控制的，然后给他们的西方国家这些国民洗脑，让他们呢自愿又受到美国的控制，对吧？所以可以看到啊，接下来这些年，可能西方这些国家会越来越团结在美国的周围。我们可以不理解，但是有很大的概率是这样的。也就是说，西方这些国家越来越团结在美国的周围哦，到底会不会这样呢？那我们拭目以待吧。反正我认为啊，深层政府这种现象非常的可怕。但是作为我们单独的个体没有办法，我们只能希望呢，中国会越来越强大，不要受到这西方深层政府的控制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。那你们对深层政府有什么看法呢？希望大家多多留言，非常感谢大家。那我们下期见。